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最近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演员王兴的这个在泰国被绑架的事件就是被弄到这个缅甸电诈园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嘛然后，所以网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闻呢，是到处飞嘛。其中有一条新闻就是在讲说是这个泰国的美女总理，她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就说这个诈骗园区的这些人嘛，骗人的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嘛，然后被骗也是大部分也都是中国人嘛，所以跟他们泰国没什么太大关系他们不背这个锅对，就有这么一个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看到，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但是其实我一下子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个假消息。为什么是个假消息呢？第一呢，你去看一国的总理，泰国也不算说是那种这种很不起眼的小国吧，它也算是个，还算是中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吧，他的总理的素质不至于这么低不是说他说的东西不是事实，而是说，一国的总理不可能这样说话，你自己想象嘛，就是完全就是这种，就是把责任推出去的，哎，不管你的推出去合不合理，它本身你这样一锅甩出去的这种语言模型就不像是一个有素质的人讲的话，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泰国总理讲的话。后来我去找呢，还真的不是，这个他就是别人截取了他一段因为泰国的这个总理他讲的那段话其实是一个用泰语讲的话，他其实是就是有一段没有在讲实质内容的东西，就是他在讲说最近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要看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啊，从法律上从怎么的，就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然后就有心人把它截取了，然后配上中文的这个解释说他讲的是刚才说的那段话我觉得就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段话在这个中文的这个圈子里面流传的非常广，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假新闻的传播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而且相信的人非常多，倒不是说这些相信的人素质就很低，很容易被骗，倒不是。其实人的这种因为我们普通的人有很多的时间要去生活，要去工作，是吧？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分辨一些信息的真假，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它标的是这样子，那很容易就会去相信嘛。所以现在也就是变成了这种假消息的这种传播特别厉害。所以我今天主要讲的并不是说这个美女总理这样讲到底合不合适，或者是说这个他到底怎么讲了，这个其实不是重要的事情。我想讲的是讲从这件事情你可以去看现在网络世界的这种假消息纷飞的这种状态，就是其实是蛮可怕的。你要想，这只是其中一个这种假消息这个就是黑中国的，或者是黑另外一个地方的对，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假新闻，他们其实是有目的的。比如说我要讲这个国家的负面的东西，那只要能够显示这个国家的负面，而且这些负面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依据，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再去编，他编出从一变成三，变成五，对吧？他编出很多来你看上去都有依据，也挺合理的，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个样子。那这样的信息在网上大量的这种跑的时候，毕竟是网络时代嘛，是一个扁平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很多很普通的人他就可以去发布这些信息，他不需要去就信息的这种溯源去做一些工作。所以整体来说，就网络时代信息是很多，但是实际上其实你去辨别这些信息是蛮辛苦的。所以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说你可以去想象，很多人他们通过网络了解信息，但是他们可能得到了相当一大部分，可能超过一半70%-80%的这个信息有可能是假消息，或者是一些比较偏激的一些信息。那这些信息会重新塑造的这个人的这种价值观、世界观，就是你的三观就会重塑你的三观，你的三观是由假消息塑制的、重塑的。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其实它不只存在于中文的语境，
它其实在很多的语境底下，现在其实特别明显，就是特别多。这种东西到底怎么去处理，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信息的飞速的发展，然后为了要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去讲，能够去散播信息，造就了这样的假消息的纷飞，有很多有心人在利用这种就是一些信息的平台的便捷，它有目的的散播这些，然后影响很多人的这种观念。比如说，你看一个地方的这个呃负面的消息，你天天看，然后他也会给你推送，因为他知道你爱看嘛，这是算法嘛，就是你爱看，他会一直给你推，这样会导致你天天都看到这样的消息，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加深自己的印象，说这个地方或这件事情或这种类型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但有可能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被这些媒体被这种网络的这种算法给它推算，变成一个看上去是个高概率的事情，那这样子对你的想法、你的决策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包括你的投资决策、你的生活决策、你的工作决策都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这是一个很目前网络世界非常多的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说这个网络是开放或者是不开放，跟这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看到很多在网络开放的状态之下，它所受到的信息其实都是很封闭的，封闭到有时候你会觉得难以置信、很可笑的状态。这就是信息茧房，就是信息茧房，它不是人为的把它控制在这个地方，它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算法的原因，跟人性的这种就是趋向的问题，会导致它就会在一个事情上反复的去加强，那么人就会变得很偏执嘛。这个事情是存在于我觉得在人类世界就是在网络世界是蛮明显的。所以我今天就这个新闻聊一下这个事，那也是我做这个频道其中一个心里想达到的一种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吧，就是说能够尽量去让大家更理性的、更耐心的去看一些信息，然后更不偏激的去评价一些事情，这样会养成一个良好的思考的习惯。如果我们的信息错了，我们也可以改，并不是说我们要去降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你的思维包括你的整个的这种做事情的风格都会改变其实对人的工作生活的帮助其实都很大的，这也是我做这个频道的意义吧。所以以后再慢慢跟大家聊这些东西因为聊就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契机我就说一下。其实中文的语境里面特别多的这种假消息，真的特别多就是你比如说黑这个中国大陆的，或者是黑你哪里的都有，其实都有，反正就是都蛮离谱的就是有些消息你看，就是有些东西它真的是有这个缺点，但它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对吧？就是一看就是不对的，但是很多人会去相信，这就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希望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好。好，谢谢大家听我聊这么多，也谢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好，再见。